各位观众，会员专属订阅影音要在 YouTube 平台上线喽！只要打开你的手机的 App， 就可以及时的看到我们的会员专属订阅影音。在付款方面呢，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啊，只要你透过你的手机，透过订阅影音付费，可以直接观看到我们的影片。如果说你对于我们影片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订阅影音到底有什么类型的影片呢？我们的订阅影音目前有4种类型的影片。第一种是直播的精华档。第二个是我在决赛桌或者是我夺冠的录影档，第三种是电脑软体分析，第四个是日常打牌的分享。我再举例，这段我在 WSOP 期间遇到的困难手牌，我会用合适的电脑软体分享给你听。进入到决赛桌或是夺冠，详尽的记录与分享遇到的特殊状况，扑克新闻、个人见解，只在这边有。会员专属订阅影音，还不赶快看起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 跟大家分享今年我去 ESPC 巴哈马的冠军通行证的赛事中，遇到了一场非常夸张有趣的手牌。在开始这一个手牌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好，首先呢，大家对于这个赛事呢，可能相当的陌生哦。这个赛事的全名叫做 PSPC 啊，它是一个冠军通行证的赛事。那如果说你有通行证的话呢，你就可以免费参加。如果你没有通行证，但是你想要报名这场比赛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支付$25,000美来参加这场赛事。这个赛事举办的地点呢，在这个巴哈马，非常的陌生啊，它不是巴拿马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巴哈马呢是在靠近美国东岸的一个国家啊，它是一群岛国。要去这个地方呢，首先呢最方便的旅程呢，就是先从台湾飞到美国的西岸，再飞到美国的东岸迈阿密。然后我参加了一些赛事之后呢，我再从迈阿密飞到了这个巴哈马，这也是非常远的一个地方哦。对于亚洲的玩家来讲，除非你有通行证，要不然大部分的玩家是不会跑到这个地方来参加这场赛事。那我觉得呢，我会去参加，因为这是一个年度的大赛。首先呢，这个地方其实是距离世界各地都非常的遥远啊，除了美国之外。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想要参加这一场赛事呢？主办方透过了一个赠送通行证的方式哦，让大约400位玩家，不是扑克玩家啊，他们可能是一个业余玩家，甚至是完全不懂扑克，透过一些游戏跟竞赛的方式呢，赠送了400张的通行证出去。也就是说呢，这一场赛事在开赛之前呢，全世界就知道至少会有400位玩家在扑克上面，不是这么厉害啊。那你要知道，一张价值$25,000啊，400张是价值$1000万的奖池啊。也就是这个原因呢，吸引到了非常多的职业玩家，甚至是其他的业余玩家都想要来挑战高额的奖池哦。其实这一次是第2次举办这样子的赛事，在第1次的时候呢是2019年。那我记得2018年的时候呢，他们也送出了大约是400张的通行证。获得通行证的方式有很多哦，比如说我有听过一些可能是 PokerStars 举办的一些机智问答，或者是参加现场赛事，那可能是很便宜的哦，比如说300块、500块美金，你只要进入到第2天啊，就有一个抽奖的仪式，或者是你只要赢到一些小的边赛，或者是在线上透过一些方式呢，你都有机会获得这个通行证。反正就是很随机的人都有机会拿到这样的通行证，他不一定要会打扑克，但是他一定要运气够好。其实这一次去参加这场赛事的时候呢，我自己预计参加的方式呢是透过资格赛取得席位去参加这场比赛。很遗憾的呢，我并没有赢到资格赛，但是呢，因为我当下看到的这个赛事的玩家人数呢，我觉得是相当的不错，所以我还是直接花钱报名了这一场赛事。好，那首先呢，我们到了这个巴哈马之后呢，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它是一个岛国，也就是说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度假村啊，是一个度假胜地，它有很多很漂亮的旅馆啊，尤其是都配有的海边跟海景。那这一次举办的场地呢是在这个巴哈马，它是一个新的赌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大约是最近这5年才新建完毕。它里面的装潢呢非常的豪华，不输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的风格。那在周边呢有免费的咖啡、茶跟点心啊，因为参加这样赛事呢，其实费用都是相当的高。它为了让玩家有更好的体验呢，这个咖啡、点心吃到饱、喝到饱，是一个不错的环
环境。这一场赛事呢，它只有一个组别，它不是说像其他有什么 A、B、C 组，没有，它就一个组别。大部分的玩家呢，都会在第一天就上桌。那第一天呢是6万的筹码量，盲注时间我记得是1个小时的盲注级别。那我们上去呢，遇到了一个最有趣的一手牌呢，跟大家讲是什么状况。然后这手牌发生的盲注级别呢是在400、800。那这个桌况呢是一个8人桌。首先呢是在 UTG 加1的玩家，他有10万的筹码量，加注到1700。Hijack 位的玩家呢，他有2万5的筹码量，他选择跟注。小盲位呢是一个我认识的中国玩家，然后呢他有8万的筹码量，他也选择跟注。那我在大盲位，我有6万左右，就是差不多70筹码，我拿了6、5不同花，在一个多人底池也选择跟注。好，翻牌是9、8、7。2张方块啊，底池7600啊，非常的好。我们集中了一个顺子，那是一个4人底池的状况啊。小盲位过牌，我也选择过牌。翻牌前加注的这个 UTG 加1的玩家呢，选择了持续下注2000。Hijack 位的玩家跟注，这个时候呢，小盲位啊，我这个朋友呢，他想了一下之后呢，他选择加注到1万。那我觉得以我对于他的认识呢，他在这个地方的范围呢非常的强啊，我觉得就只会有2对啊，甚至3条以上的手牌，然后甚至是顺子都有可能。那他加注到1万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非常困难的决策要做。翻牌前加注的玩家很有可能，比如说有上面的顺子啊，或者是大对子这样子的范围，而尤其是一个多人底池。如果说我们今天的顺子这手牌遇到更大的顺子啊，我们就直接就0%啊，我们有效筹码超过70个大盲、80个大盲。那尤其是这样子的大赛里面，所以对我来讲呢，决策是相当的困难。我当下绝对不会考虑弃牌，我觉得比较保守的打法呢，就选择跟注。至于要不要再加注呢，我觉得这个风险有点太大。我在思考的同时，突然 Hijack 位的玩家竟然 all in。啊，这非常的夸张，原因是因为 UTG 加1的玩家跟我都还没动作，那位玩家直接越2个位的 all in， 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傻眼了，因为我在思考，突然有人就讲 all in， 然后我就这个明明就不是他在动作，还在我动作。当我思考2分钟之后呢，又遇到了一个越位 all in， 会让这个情况更复杂。当我今天还没有做决策的时候呢，我就已经知道后面有人要越位 all in， 这个对我的策略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绝对没有道理选择加注，我当下选择了跟注。那原本持续下注的这位玩家呢，他知道后面都已经越位 all in 了嘛，对不对？他就牌也不够强，所以选择了弃牌。这个时候呢 ，Hijack 位的玩家呢，他就选择了 all in。小盲位的玩家又有一个决策要做，我也知道他越位 all in， 那我还选择跟注。其实我的手牌就非常的强，那基本上我在这边能够跟注的手牌一定是非常强的手牌，因为我没有投入太多的筹码。这个小盲位的玩家又是我认识的一个中国玩家，所以我们其实互相之间有对方的资讯，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呢，他思考了一下之后呢，他选择了跟注。这手牌我事后回想，当下就是这个状况呢，是我做错的一个地方。当我今天看到小盲位的玩家跟注之后呢，其实我就可以把他的范围里面顺子的组合给排除掉。如果他是最大的顺子，他绝对不会用跟注来让我便宜看到一个转牌跟合牌。原因是因为有2张方块在台面上嘛。当他今天跟注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我正确的决策呢，应该是要再加注，而不是选择跟注。在翻牌的一个3人底池看到了转牌，这个时候呢，转牌来了一张非常不理想的牌啊，是一张10。变成是9、8、7 2张方块，turn 来了一张10，虽然说不是方块，但是变成是一张 J 啊，一张6就成了顺子。那这个时候呢，小盲位过牌，这手牌呢，我在转牌也选择了一个过牌，我觉得也不是这么理想。那合牌来了一张5，不是同花的5啊，开一张5，小盲位过牌，然后我也选择了过牌。然后这个时候呢，看到的是 Hijack 玩家是 AJ 方块，也就是2张高牌带卡顺带同花听牌的一个 all in。那其实这位玩家呢是一个锦标赛的新手，他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他一直都不知道是不是轮到他，那他也不了解扑克的流程啊，因为他就是一个通行证的赢家。这手牌发生夸张的越位 all in 的情况，到合牌的时候呢，其实我跟小盲位看到我们当下的手牌都非常的傻眼，就都输了这一手牌。那因为是一个有短筹码 all in 的情况，所以我们全部的人都必须要开牌。那这个时候呢，我看到小盲位的玩家呢是1对8，所以他中了3条，他中了胜，他在合牌输了嘛，因为我有顺子，但是我们2个都输给了对方的手牌，因为对方的顺子是更大。这手牌呢，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啊，不管是在翻牌可以考虑全下，或者是转牌的下注，其实这手牌就算我输，我都可以透过边池啊，不管是翻牌的再加注或者转牌的下注，可以赢得一些筹码。
码回来啊，所以呢，在这一手牌让我损失了大量的筹码。其实我觉得，当他今天加注到1万的时候呢，我们对于他的范围呢就会有一个分析。我知道他这边绝对不是听牌，一定是非常强的，已经是组好的手牌。那这样是什么样的范围？我觉得有点像是任何的2对，譬如说78、89、88、99、77，就任何的2对，任何的3条，当然也会有顺子。那我觉得小盲位的顺子的话，比较合理的就是像是10J 同花，那我觉得是一个小盲位的范围里面。但是呢，当他今天选择跟注的时候呢，我就很确定了他不会有顺子，他的范围里面最强就是只有2对跟3条。原因是因为2对跟3条，他觉得在多人的底池的情况下，他希望看到更安全的转牌跟合牌，譬如说是叠牌，他在进行下注。很明确的就是，如果他今天是顺子的话，他不想要看到任何的转牌跟合牌，尤其是他是最大的手牌，他应该要再加注。所以这手牌的失误就是，当我今天看到他选择跟注的时候呢，其实我就应该要把顺子的组合排除在他的范围之外。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我的手牌在相对的情况下就会是一个最大的手牌，那我觉得没有拿到我该拿到的价值是我的失误的一个部分。赢得底池的 High Drive 玩家呢，其实是没有特别的感觉哦，就是他也看一下才知道哦，原来自己有赢。对于其他桌上的玩家呢，当然就是恨不得我们2个人出越多筹码给他越好，因为其他的玩家一定知道小盲位跟我一定是比较厉害的扑克玩家，所以呢，在整桌的玩家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希望这些职业玩家会打牌的，对不对？筹码全部都输给不会打牌的，因为这样子他们在之后的牌局中才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从这些玩家身上赢到筹码。所以当然我在猜其他玩家一定都是笑得非常的开心。其实我们当下是没有太多的讨论啦，但是就觉得说，不管是在线上打牌或者现场打牌，其实都交手非常的多。我们当下都觉得说这手牌其实就是没什么办法。但是依照他的说法啦，就是不管我在转牌或者是合牌的下注，他都不会支付我筹码。但是如果我翻牌再 all in 的话，他是必须要跟注，他的3条是非常好的3条，然后他有机会击中 full house， 尤其是他甚至还赢一组77嘛，他是88，他输一组99，他输顺子，但是他赢77，尤其是他还有机会在转牌跟合牌击中叠牌的时候呢，他说如果我在翻牌 all in 的话，他当然也会跟注，所以就是一个小细节。好，那这手牌结束之后呢，就让我损失了蛮多的筹码量。在后面呢，其实并没有太多有趣的手牌。那最后一手牌出局的状况呢，是在同一桌啊，同样的位置。那我右手边的这一位啊，我原本这个中国的朋友呢，他在bottom位，他选择了直接 all in。那我在小盲位，我跟大盲位都是短筹码，然后我拿了一个还不错的 A，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 A9 还是 A10， 我选择了跟注。bottom位是一个被我压制的 A 哦，应该是什么 A3 还是 A4 之类的。然后他击中了他的踢脚，所以呢，成功的把我淘汰了，然后我就出局了。在第一天的赛事呢，就输了一个悲惨的结局，就是1条命1次，然后不能重买。在这一场赛事之中呢，其实我觉得讨论度最高的就是有非常多的职业玩家会去卖股份参加这一场赛事。依照我自己的经验跟分享，1年1度推荐值得打的赛事，最常见的就是 WSOP 的主赛事，1万美金。如果说你平常打的赛事可能是1000、3000、5000美金，你觉得1万对你来讲超出你的预算，如果你要挑战自己，然后卖股份参加这些高额赛事呢，我觉得 WSOP 主赛事1万呢就适合这样的状况，因为参加的玩家的等级或者是技巧呢，相对比起来，它可能会比一场现场1000美金比赛的玩家还要更弱。大家都因为它是主赛事，然后被灌输就说，你应该要打，所以就是一个特别值得参加的赛事。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去卖股份，我觉得来讲相对就是划算。这一场25000呢，我觉得也算是这样子的赛事，它有接近400位在2020、2021到2022的通行证的赢家，一次到2023年的这个 PSPC 来参加这场赛事，你可以想象成主办方捐献了1000万的奖池到这个赛事里面，所以是相当的划算。那我觉得这场赛事虽然说它的报名费是25000，但实际上它的难度呢其实是不会这么困难，甚至呢我在参加的它还有一场1万的主赛事都比这个难度还要高上非常非常的多。每一年之中呢，还是有一些特别的赛事，平常我是不建议大家卖股份去打这些高额的赛事，但我觉得这一场呢属于特殊情况如果说你想要挑战自己，然后你想要有一个很正 EV 的机会参加一个高额的赛事的话呢，那我觉得 WSOP
Trophy 的主赛事跟这个 PSPC 的冠军通行证的赛事呢，是唯一几场啊，值得让你去透过卖股份的方式去参加。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巴哈马有趣的手牌故事啊，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看法。有人会问我说，推不推荐去参加这样的赛事啊？我觉得，除非你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你要去一次看看，我觉得可以。但如果说以单纯打锦标赛的话，我觉得它不会是我的首选。有其他更多的赛事，不管是欧洲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其实更方便旅游、更划算啦，不需要飞到这么远。尤其是这个地方的住宿费啊，或者是旅费啊，会非常的贵，而且贵到的程度，可能就是住宿跟机票可能就要5000到10000美金。那我觉得这样子的金额，其实你在不管是亚洲，很有可能都可以打完一半的系列赛的金额。我觉得可以多看看其他的赛事就好了。如果他之后再举办了，他一样有这样子的通行证的赛事的话，我是会去参加。但据我所知呢，他们自己内部的荷官有跟他们在聊天他们觉得说，其实办比赛办在这个地方，对于他们主办方来讲也是非常的烧钱因为他们要从欧洲带这么多荷官，然后到这个地方，甚至是直播桌啊，然后人力成本啊，所有的设备啊，都要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的花费也是非常的高，很有可能2023年会是最后一次当然谁都不知道了，拭目以待，看之后有没有再办这样子。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如果说你有任何扑克手牌有问题的话，欢迎到我们的 Discord 手牌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附上越多资讯越好。那我们会随机的挑选一些手牌来制作成影片回复给大家。我是小 P，大家拜拜。